經常看恐怖片的朋友們都知道，日本和韓國的女鬼向來不講因果，基本上都是見一個殺一個，誰碰到誰倒霉。但是咱們今天要講的這個女鬼與眾不同，她是見一個愛一個。霍霍女，日本著名都市傳說中的角色，一襲粉色長裙，性格有點粘人，每次出現都吸睛無數，身高2米有餘，喜歡把暗戀的男生牢牢握在手心，總能給人帶來滿滿的安全感。今天給大家帶來2026年日本最新高分生猛暗黑重口炸裂變態寶藏恐怖電影《霍霍女》，喜歡女鬼的單身朋友們趕快集合。話不多說，點個讚，開始咱們今天的精彩故事。鏡子前臭美的小伙子名叫俊介，最近他就遇到了傳說中的霍霍女，總是站在不遠處直愣愣地盯着他看，嘴裡還不停地說着喜歡俊介。霍霍女只出現在自己喜歡的男生眼裡，所以其他人根本看不到霍霍女的存在。意識到自己被變態女鬼盯上了，俊介向同學們尋求破解的方法，男生讓他直白一點拒絕對方，俊介照做了。這招果然管用，眨眼間霍霍女消失不見，俊介如釋重負，終於擺脫了霍霍女的糾纏。可對方真的就這麼離開了嗎？自然是沒有。隨後幾個男生結伴去廁所撒尿，身後的隔間裡突然傳出了沉重的敲擊聲。原來是他們的同班同學，刚刚從驚嚇之中回過神來。俊介馬上如同鬼上身一般抽搐不止，小便瞬間失去控制，變成了噴泉，澆了2個同學一身。還沒等搞清楚狀況，俊介突然大吼一聲，仰面躺到了地上。2名同學湊近查看，男生已經失去了眼球，暴斃身亡。這就是拒絕霍霍女的下場。緊接着被霍霍女盯上的男生名叫阿紅，藝術學院大2年級的校草。這天他的作品在校內藝術館展覽，期間有個叫早苗的甜美女生過來搭訕，誇她的作品很棒，想認識一下。阿紅抬頭看了一眼對方，隨即露出了討厭甚至於是驚恐的表情。就在這時，望月同學走了過來，阿紅馬上激動的眼冒綠光，原來他喜歡的是抽象派而非寫實。阿紅以望月為原型創作了一件作品，並取名為《美麗的女性》，可不管怎麼看都更像是山頂洞人。眼看自己的隱私部位暴露無遺，臊的抽象派轉身離開了現場。阿紅晚上回到公寓，想要給望月打個電話道歉，很可惜對方並沒有接聽電話。電梯外面不斷閃過一個高大的女性身影，很顯然霍霍女已經跟到了家裡。緊接着怪事發生，洗澡的時候，鏡子上突然出現了喜歡你3個大字，熱了點剩飯當做晚餐，竟然又從中吃出了一大團毛髮。至於為什麼我不說成是頭髮，繼續看下去就知道原因了。就在這時，外面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，敲門聲節奏規整錯落有致，像極了某種打擊樂的節拍，而且無論他怎麼詢問都沒人給出回應。阿紅小心翼翼靠近查看，緊接着門把手瘋狂擺動，似乎外面的人要衝進來吃掉阿紅。眼看防盜鎖也有了反應，男人趕忙衝上去加固了安全措施，外面也隨之沒了動靜。再次透過貓眼看向門外，走廊裡空空如也，鬼影子都沒有一個。還沒等從驚嚇之中回過神來，電話鈴聲突然響起，抽象派竟然主動給阿紅打來了電話。女生表示白天的時候現场同学太多，有點不好意思才突然跑開，其實心裡比吃了蜂蜜都甜。2人約定好了周末一起去遊樂場轉轉，阿紅高興得忘乎所以，根本沒有發現床下出現的慘白鬼手。時間很快來到了周末，2人像個孩子一樣玩得不亦樂乎。阿紅膀胱掃到了一個高大的女性身影，而且無論他們走到哪裡都能看到對方。男生興趣全無，一股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。抽象派注意到了阿紅的異常，於是提出想去藝術館好好看看阿紅為自己創作的那尊雕像。可2人到了以後才發現，那尊雕像早已被破壞得面目全非。震驚之餘，走廊裡的燈光突然開始不停閃爍，一個粉紅色的身影若隱若現，還不斷發出類似索尾一樣的聲音。男生懷疑是他破壞了女神的雕像，撇下抽象派獨自追了過去，但僅僅是一個轉彎的功夫，對方消失不見。下一秒身後傳來異響，不等有所反應，阿紅被嚇得魂飛魄散。
慌不擇路跑進教室躲了起來，握緊雕刻刀，準備與霍霍女決一死戰。亮眼的粉色長裙緊隨其後跟了進來，但卻在靠近阿紅的前一秒失去了蹤影。疑惑之際，頭頂上突然傳來了異響，男生被嚇得屁滾尿流，雙腿不聽使喚，隨後就被霍霍女單手提到了半空。霍霍女不再怜香惜玉，强吻了上去。拒絕她的男生全都是有眼无珠的家伙。幾分鐘後，抽象派趕到了現場，只見阿紅臉上全都是黏糊糊的唾液，早已變成了一具有眼无珠的屍體。其實除了抽象派，今晚的詭異事件還有另外一名目擊者，就是咱們前面提到過的早苗。他比抽象派早一步到達教室，看到了阿紅的死亡全過程，意識到有神秘力量參與其中。早苗暗暗發誓要親手為情郎報仇。他在圖書館查到了一則10年前的報道，高二男生阿久津拓哉也是失去了雙眼而亡，死狀與阿紅一模一樣。據當年的八卦週刊推測，這些人全都是死在了一個名叫霍霍女的邪靈手裡。霍霍女戀愛成癮且毫無底線，從18歲到80歲全都在她的狩獵範圍之內。早苗根據線索來到一家咖啡館，找到了這裡的服務生犬山。犬山是拓哉的同班同學，也是第一個發現拓哉屍體的人。八卦週刊推測拓哉死於霍霍女之手，可犬山並不這樣認為，他覺得拓哉是被他們的同學小百合給咒死的。小百合人如其名，100個人合起來也不是他的對手。當時的拓哉差不多有我1/10的容顏，就已經把全校女生迷得神魂顛倒。內向又內八的小百合不敢當面表白，只能把自己的愛慕之情寫成信，偷偷放進了拓哉的鞋櫃裡。這一舉動遭到了全班同學的嘲笑和羞辱，建議他先減肥再整容，實在不行就再投一次胎。就在幾個男生鬧得正起勁的時候，拓哉走進了教室，他一臉嚴肅走到小百合面前，溫柔地表示：整形なんてしなくていいよ。死ねばいいんだよ。然後當着眾人的面撕掉了那封情書，這無疑是給小百合脆弱的心靈造成了炮彈轟擊一般的創傷。放學後，女生來到教學樓天台，握緊沙包大的拳頭，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。隔壁幼兒園老師正在帶着孩子們賞花。小百合的死並沒有換來該有的同情，反倒成了同學們口中沒有自知之明的笑柄。幾個月後，拓哉莫名其妙發了瘋，如同見鬼一般對着空氣大喊大叫，嘴裡還不停說着對不起，像是在徵得某些人的原諒。幾天後，他的屍體出現在了一片金黃的稻田裡，2顆眼球不翼而飛，一株水稻堵住了他的臭嘴。自此以後，霍霍女的傳說開始慢慢流傳開來，就連形象也與小百合極為相似。聽完故事後，早苗心裡隨即有了一個疑問：吉田ゆりかが靴拓也に取り付く理由がわかる。でも他の男に取り付く理由がない。隨後鏡頭一轉，來到了一個合租公寓，裡面住着23歲的實習理髮師小維，25歲的女網紅小丹，夢想成為作家的健太，夢想成為女明星的小夏，以及夢想成為演講師的鳴人。下面的故事主要圍繞鳴人展開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，鳴人和小維發展成了情侶。這天電視上正在播報阿紅的死訊，美術學院離他們的公寓不遠，大家全都湊了過來看熱鬧。鳴人挑起一顆聖女果，說是阿紅的眼珠放進嘴裡咬到爆漿。就在這時，他注意到了窗外的一個詭異身影，霍霍女又盯上了新的目標。時間很快來到了晚上，健太趁着酒精未消向小丹表白，不料卻遭到了對方的婉拒。另外3個人窩在一起看恐怖電影，鳴人撫摸着女友的頭髮，表示一點都不可怕，還說自己是這個公寓裡膽子最大的人，其誇張的表情讓人看了就想吐。很快，女友的聲音從另外一邊傳了過來，小維已經醉倒在了地板上，那他身邊坐着的又是誰呢？對方瞬間消失，只留下了一大團頭髮，詭異至極。當晚深夜，鳴人哄睡女友後，又偷偷溜進了小丹的房間。這一幕正好被健太看在了眼裡。落落大方的小丹竟然喜歡上了猥瑣張揚的鳴人，健太怎麼也想不明白自己輸在了哪裡。3分鐘過後，鳴人從小丹的房間離開，回到自己房間就被嚇了一跳。牆上、地板上寫滿了"喜歡你"3個大字。這種挑釁性的表白觸碰到了小維的底線，他馬上把所有人喊到一起宣示主權。除了健太，
剩餘的2個女人都遭到了審訊式的盤問，小夏首先繃不住承認了錯誤。はるかがやったの？やっちゃった。明人くんの。やっちゃった。他们竟然都与鸣人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關係，健太震驚的眼神已經說明了一切。3個女生真是沒見過什麼世面，野豬吃不了細糠，留下他們在客廳裡撕逼。男生一個人躲到了廚房冷靜一下，廚房角落裡不斷發出各種異響，嚇得男人趕忙跑去了臥室。上樓的時候，一大團口水滴落到了鳴人頭上，霍霍女正倒吊在半空對着男人流哈喇子。男人順勢又回到了廚房，女鬼貼在地板上孤用着緊追不捨，把鳴人逼到角落裡一頓狂舔。男人使出全身的力氣將其推開，吱哇亂叫跑到客廳裡尋求幫助。女人們看清了他的醜惡嘴臉，以為他是在裝瘋賣傻博同情，根本沒人理會。早苗找到他的時候，男人已經嚇到精神錯亂，失去了神智。很有可能正是因為他沒有說出拒絕的話，霍霍女才給他留了一條活路。下一個章節是發生在早苗身上的故事。這天他與抽象派碰到了一起，2個人都把對方當成情敵，就阿紅更愛誰的這個問題上產生了爭執。看似身強體壯的抽象派只會嘴上功夫，早苗則是更喜歡動手解決問題。接連扇了對方幾個耳光後，早苗拿起阿紅的遺像吻了上去，然後以勝利者的姿態轉身離去。女生看上去柔弱乖巧，實則是整部影片中最瘋狂的角色。因為喜歡阿紅，於是就創作了無數個以阿紅為原型的雕塑，連男生使用過的紙巾也被他珍藏了起來。他想不通自己這麼可愛，為什麼會輸給一個奇形怪狀的抽象派。鏡頭再次回到美術館的那天下午，眼看阿紅不願意搭理自己，他竟然當着眾人的面把抽象派罵得體無完膚，罵得能有多損呢？毫不誇張地說，如果我把這段台詞完整的放出來，咱們今天這個視頻鐵定過不了審。我會把它們放到評論區的置頂位置，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自行查閱。越是得不到的東西，越能激發女人的佔有慾。於是他在家裡做了幾個造型別緻的雕塑，以滿足自己病態的心理。不僅如此，他還偷偷潛入男生的公寓，用對方的牙刷刷牙，用舌頭在鏡子上寫下喜歡你，然後把精心收集到的毛髮放進阿紅的鍋裡。那天躲在男生床下的人是早苗，砸壞那尊雕像的人也是早苗。除此以外，他還在牆上畫了一幅阿紅的巨型彩繪，重點是對嘴巴的位置進行了局部改造。女生把滿滿一桶潤滑劑倒在自己身上，然後一頭扎進嘴巴裡自由飛翔。都說藝術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，難道日本已經遙遙領先到這種地步了嗎？還是因為我沒有見過世面，早已被社會淘汰？歡迎朋友們在評論區為我解疑答惑。做完遊戲後，女生心情舒暢，又拆出禮花中的黑火藥，手搓了一個高壓鍋炸彈，準備親手為阿紅報仇。鏡頭一轉，來到了一個中年大叔這邊。最近他也被霍霍女給纏上了，請來的法師覺得自己修為不夠，必須湊夠7個人才有勝算。臨走前他留下一瓶御神酒，只要把它裝進小杯放在臥室的4個角落，霍霍女便不敢貿然闖入。一開始大叔並不相信清酒能夠阻擋邪靈，直到第2天看到杯子裡的清酒變成了墨水，男人才相信了大師的話。但是大家千萬不要被大叔的外表給騙了，他可不是什麼好東西。大叔嫌棄妻子今天做的飯過於寡淡，竟直接把所有飯菜倒在了桌子上，還一把將桌子掀翻。ごめんなさ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、ごめんなさい。見ればわかるじゃん。俺が食べたいもの。作り直して。はい。從妻子淡定的表情上來看，顯然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了。時間很快來到了晚上，大叔的被子突然被人拽走，他下意識拉了回來，卻已然變成了粉色的裙擺。察覺到不對勁，猛然驚醒，趕忙起身去檢查杯子。妻子受夠了男人的家暴，今天晚上故意沒倒清酒，就是想借助霍霍女之手除掉男人。男人被嚇得跑向屋外，妻子則趕忙頂上房門，任由他們在外面玩貓捉老鼠的遊戲。就在這時，旁邊的沙發裡又鑽出來一個人。早苗得到消息，霍霍女纏上了大叔，於是抱着炸彈偷偷溜了進來，只為親手給阿紅報仇。可惜的是，被霍霍女一巴掌扇暈了過去。大叔很快被女鬼堵在了角落裡，下場可想而知。
幸子終於擺脫了惡魔一般的丈夫，心情也隨之好了很多。隔天母子二人在院子裡玩遊戲的時候，楊一突然朝着遠處打了個招呼，對面空空如也，女人馬上就意識到了不對勁，霍女竟然連未成年的小孩子都不放過。幸子把楊一鎖在房間裡不讓外出，靠着僅剩的一點御神酒保護兒子，雖然看不到對方，但女人知道霍女肯定死死守在門外。ダメなの。法師接到了女人的電話，匆匆趕到，情況危急，他決定帶着2個徒弟冒險一試。法師蒙上男孩的眼睛，讓他躺在地板上，然後默念咒語，拜請3界神靈助他驅邪。3個人圍着男孩敲敲打打，地上的楊一很快就有了反應，不斷詭異地扭曲着身體。角落裡指示燈不停閃爍，早苗正在自己家裡監聽着這邊發生的一切。隨着音樂節奏的逐步加快，幸子的不安也隨之被無限放大。法師突然像是聽到了什麼，衝進院子裡，對着空氣一聲怒吼。終わったんですか？吉田ゆりか。話音剛落，男人就被硬生生扯掉了腦袋。驅邪儀式最終以失敗告終。幸子根據大師留下的線索，費盡周折找到了小百合家的地址。他把楊一獨自留在家裡，踏上了撥開迷霧的冒險之旅。經過多方打聽，女人終於在一條小巷裡找到了對應的門牌號。從看門女人的體格上來看，應該是找對了地方。幸子謊稱自己的老公是百合的同學，男人臨終前托付她過來祭拜一下小百合。百合媽媽聽完後一頭霧水。就在這時，小百合下班回到了家裡。原來當年她並沒有死，傷好以後，小百合轉去了其他學校，同學們以訛傳訛，散播流言，還以她為原型編造了霍女的傳說。既然女人沒有死，那麼拓哉和後來遇害的那麼多男人又是因何而死呢？小百合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即便小百合受到了傷害，心裡依舊還是忘不掉拓哉。他們家附近山上有一棵據說很靈驗的神樹，小百合在途中撿了一把鐮刀，將那封情書狠狠釘在樹幹上，祈求可以斬斷這份孽緣。事後女人果然感覺瞬間輕鬆了很多。據說後來很多人模仿她的做法，幸子趕到神樹面前時，只見上面已經密密麻麻釘滿了鐮刀。更加沒有想到的是，大家祈求的不是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，全都是對異性的詛咒與惡意。女人湊近查看，竟然在其中看到了老公和霍女的名字，照在一個帶有愛心的傘形符號裡面。之前小百合的書桌上也曾出現過類似的符號，應該是祝福情侶長長久久在一起的意思。幸子見狀，似乎是突然想到了什麼，開始將鐮刀一把把從神樹上面取下來。與此同時，另外一邊正在帳篷裡玩耍的楊一突然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。隨後楊一就被帶到了早苗的家裡，地上鋪滿了易碎的小餅乾。原來他是想利用男孩勾引霍女現身，借助設置好的機關幹掉對方。片刻過後，房門自行打開，看來對方已經上鈎了。由於看不到對方的身形，早苗只能通過地板上的小餅乾感知對方的位置。第一道機關是御神酒桑拿，10幾台加濕器同時工作，空氣中馬上就傳來了霍女痛苦的哀嚎。第二道機關是電擊治療，女鬼瞬間被電得吱哇亂叫。第三道機關是高壓鍋炸彈，很可惜這個環節出現了問題。早苗拎起一桶御神酒潑了過去，霍女終於在他面前顯露身形，但女鬼好像並不在乎早苗傷到了自己。自始至終，她的眼裡只有楊一一個目標，即便已經遍體鱗傷，依舊艱難地朝着男孩爬了過去。這份執着讓早苗深有感觸，遙想當初他第一眼看到阿紅，就被對方的憂鬱氣質深深吸引，自己也有着與霍女同樣的執着，即便被對方無情拒絕，相互推搡，甚至是惡語相向，他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。現在回過頭來再看藝術展當天，阿紅之所以會有那麼複雜的表情，正是因為這個女生之前糾纏過自己。另外一邊的幸子經過不懈努力，終於找到了兒子楊一的名字，只是這把鐮刀釘得又高又深，想要取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此時霍女已經爬到了楊一跟前。這可能是霍女第一次得到了想要的答復，
之前的男人見了他不是跑就是逃，從來沒有一個敢面對他的，如今被一個小男孩輕鬆破了法。霍霍女一時之間愣在原地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但楊一隨即詢問起了自己的母親。媽媽，どこ？霍霍女馬上又起了殺心，嘟起嘴唇朝着楊一的眼睛而去。就在她即將接觸到男孩的瞬間，另外一邊的杏子使出渾身力氣，成功將镰刀拔了出来。霍霍女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樣，圆滾滾的身体顷刻間变成了干瘪的皮囊，像条蛇一樣朝着门口緩緩爬了過去。而杏子拔掉镰刀的瞬間，紙條上的咒罵與怨氣迎面撲來，許久之後才慢慢的歸於了平靜。故事到這裡並沒有結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又有一個男人拿着镰刀來到了神樹跟前，早苗不知何時悄無聲息出現在了男人身後。男人正是咖啡馆的服務生犬山。原来当年的拓哉不仅欺負女生，就連膽小懦弱的男生也是他欺負的对象，犬山就是其中之一。某天他在附近的山上吃東西，正好目睹了小百合向神树許愿的整個過程。當時校園裡正在流傳霍霍女的傳說，於是他便效仿着小百合，把拓哉和霍霍女釘在了樹上。沒想到竟然成功咒死了拓哉，屍體嘴裡的那株水稻就是出自他的手筆。犬山在現實生活中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，如今可以親手掌控別人的生死，讓他滋生出了扭曲的優越感。他自己過得不如意就見不得別人好，只要出現在咖啡館裡的情侶，他都會湊上去偷聽男生的名字，然後讓霍霍女糾纏對方。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因此而死。楊一和陌生女孩站在一起，竟也莫名其妙成為了犬山的目標。早苗知道自己不是犬山的对手，便把神樹當成了自己的复仇对象。他將手搓的炸彈拋到神樹腳下，氣浪將地上的镰刀掀飛到數米開外。犬山終於為自己的惡行付出了應有的代價。霍霍女的正片劇情到此結束。影片中並沒有解釋霍霍女的由來，咱們可以通過劇情梳理總結一下。首先，這棵神樹本身應該是具有一定靈力的，否則附近的居民也不會尊稱它為神樹。在很多神學奠基著作中都有一個相同的說法，人們的信仰和持續不斷的香火供奉會讓神明的法力愈加強大，反之一旦被世人淡忘，香火斷絕，信仰凋零，那麼神明的靈力也會日漸衰弱，甚至慢慢褪去神性，淪為普通的凡物。神樹作為一棵許願樹，如果眾生向他祈求的是平安喜樂，並持續不斷的供以香火，他自然會默默守護一方平安，保佑眾生得償所願。但如果向他祈求的盡是一些害人的詛咒和絲綢怨念，神樹長期被惡意與戾氣籠罩，久而久之也一定會滋生出禍亂人間的陰邪之物。霍霍女並不是某個人死後幻化而成的冤魂，準確來說，應該是負面情緒與人們心中的惡意物化出來的邪靈。台灣奇幻恐怖劇集《機身》中曾經提到過一個概念，法術不敵神通，神通不敵業力，業力不敵願力，說的差不多也是這個道理。咱們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，我還是會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賞。喜歡視頻的朋友們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支持一下，我是大嘴，咱們下個電影再見。